大家好，更惊人的消息来自原中共海军航空兵中校参谋某某，他23日在直播节目中爆料说，经他多方打听和分析得知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因为兵变被抓，席包子一方落败。某某说，彭丽媛旗下的山东帮眼看着浙江帮、福建帮崩溃，想要为席包子保驾护航。趁着3月中共二会期间，山东帮在北京的安徽大厦聚餐，席上一个人胃出血，被送到了医院。让这次聚会曝光了，引起了张幼霞的警惕。调查之下，张幼霞又掌握了何卫东计划利用东部战区发动兵变的证据。某某进一步分析说，如果不是确实的掌握了证据，张幼霞不会轻易的动和自己同一级别的何卫东。毕竟只要席包子退位了，现年已经67岁的何卫东不可能再继续升迁了，自动就退出了权力的舞台。某某说，何卫东和苗华长期合作，是席包子左右手一条线上的。苗华被抓，代表着席包子已经失去了军队的支持，但是当时何卫东毕竟是军委副主席，在军中还是有一点势力的。何卫东准备联手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向张幼霞叫板。某某说，要怪就怪席包子作茧自缚，打散了原本的军队的结构。东部战区3个集团军体系派系混杂，加上席包子反腐得罪了很多将领，军队里的人一听到风声，立刻就上报，让何卫东兵变计划迅速曝光。张幼霞在二会一结束就抓了何卫东，现在没有人知道何卫东被关在哪里。何卫东不是关在昌平的第6旅吗？彭丽媛没有陪同席包子出访东南亚3国，就是看到大势已去，留守中国料理后事。如果某某的消息被证实，就更容易理解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为何转发一篇文章，痛批席包子是黑老大。这个消息我觉得吧，这个节目效果是杠杠的呀。我说过，蔡奇的表态都是新华网控制的，不是真正的蔡奇的表态啊。就凡是新华社发出来的东西都是人为控制的，这他想定多高的调子就能定多高的调子呀，这都是忽悠。蔡奇一个政治局常委、中办主任啊，管着中央警卫局都不敢乱动，这何卫东他吃了雄心豹子胆呢？是怕没人抓他吗？还敢兵变呢？还是要故意给何卫东栽赃一个罪名啊？我就不知道啊。我们看时间线啊，何卫东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二会闭幕的当天的2025年3月11日，这是何卫东最后一次出现。李向阳呢，是2025年3月14日最后一次公开出现的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何卫东被抓的日期就是2025年3月11日，3天之后林向阳还在外面蹦跶呢。林向阳最后一次公开出现到现在也1个半月了，过去了，林向阳再也没有公开出现过呢，应该是抓了呀。但是林向阳和何卫东并没有一起抓，或者说一锅端呢。如果何卫东敢兵变，那还不是一锅端呢，还来得及一个一个抓吗？还能让林向阳出来念稿呢？那不得到北京就把他抓了呀？这名网友说会涛的动作太慢了，我的回复是，确实是这83岁的老头天天磨磨唧唧的。刘飞这个派系呢，
他是1993年参加工作，在吉林工作26年，之后是在湖南2年，云南3年，刚去浙江嘛，大部分时间就在吉林呢。我先给大家简单捋一下吉林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派系啊。那刘飞肯定是吉林的，就其中某一个人的徒子徒孙呗。首先是文革之后呢，第一个吉林省委书记王安茂就是习仲勋的铁杆马仔啊。习仲勋用王安茂取代的王震啊。那习仲勋是怎么批斗王震的呢？说习仲勋还要求特别鼓励本地干部多发表意见，不怕多讲，不怕态度不好或语言不恰当，也不怕事实有出入啊，只要有意见能讲出来就是好的，他们的意见对的接受，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呀。我们看最关键的2句话呀，也不怕事实有出入，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，这是习仲勋的原话呀。就这样，习远平还能厚着脸皮说我父亲从来不犯左的错误。让大外宣宣传说习仲勋从来没有整过人啊，这睁眼说瞎话呀，都不怕与事实有出入。在中国宁左勿右的那种环境下，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在鼓励诬告啊，不对的一律不去反驳，这不是鼓励说瞎话吗？这还能说习仲勋从来没有整过人，不犯左的错误？共产党里面还能有好人啊？大外宣能把习仲勋给洗地成白莲花了，快成民主教父了，真不要脸啊！接替王安茂担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强小初呢，是宋任穷的大秘啊。湖南省的官员呢，细胞的派系很多，就是宋任穷提拔的王忠宇担任的朱镕基的大秘啊。朱镕基从哪个角度说和细胞的都是一家人呢？说这朱镕基反细胞的都是大外宣在给细胞的洗地啊。高迪我不知道，何竹康呢好像是赵子阳的人。何竹康是赵子阳老家河南省的官员啊，与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的弟弟王光英有过合作。那6·4期间呢，李鹏他就不放心何竹康啊，就反复的打电话。当时的省长就是王忠宇啊，他为什么不给李鹏为什么不给王忠宇打电话啊？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就能放心王忠宇，就不放心何竹康呢？张德江是江泽民的人啊，王玉坤可能也是细胞的陈云派系的。王民呢，我也说不好，王民好像是和李元朝的关系比较近呢。这边网友说李元朝应该是江泽民派系的人。1983年的时候，李元朝还是复旦大学的团委副书记，在1年内升任上海市团委副书记、团中央书记处书记，3级跳到副部。在此期间呢，上海市长是汪道涵，上海市委书记是陈国栋，但是总书记是胡耀邦。从此之后呢，就一直卡起，2002年才升任江苏省委书记啊。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啊，这王民是不是江泽民的人？王民和李元朝是不是绑定的一个派系的人啊？因为王民他后面这个孙政才呀，就是江泽民指定的接班人。孙政才是曾庆红家的亲戚，孙政才他前面这个省委书记王民呢，和省长韩昌富啊，韩昌富就是江泽民的人，农业部的，孙政才他也是农业部的。跟孙政才搭档的这个王儒林呢，就是张德江的人啊，也是江泽民的人。江泽民给孙政才前后都给安排好了，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布局啊。这孙政才他为什么去吉林，他为什么去农业部啊？这2个地儿都是给他安排好的，包括重庆也是一样啊。孙政才去重庆，说明重庆那儿也有了江泽民的人，他才会去的呀。王儒林呢，惹怒王岐山，被封嘴不让念稿子。2014年3月10日，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
参加全国二会吉林代表团审议并发言。在王岐山发言之后，吉林省委书记王如林按照流程做总结发言的时候，被王岐山要求讲短点儿。王如林由于要照本宣科已经打印好的演讲稿，便回答可能短不了。王岐山便指着王如林手中的稿子批评道：“我刚才又没稿子，你怎么知道并事先打印出来那么多呢？这不是形式主义吗？你不用念了。”当时呢，王岐山是中纪委书记，2014年，张德江是人大委员长，这就是王岐山在打脸张德江啊。所以大卫轩说，这席包子是江泽民提拔的，这王岐山是江泽民的人，这完全站不住脚啊！他们天天死掐，怎么可能是一个派系呢？江泽民的接班人孙政才都被席包子王岐山抓了，还能说是一个派系的？巴音炒股呢，说是团派的，有可能不是啊。1993年，38岁的巴音炒股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啊。此后呢，巴音炒股在团中央工作8年，历任李克强、周强2任团中央负责人，官至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、全国青联主席、全国少工委主任啊。巴音炒股呢，他进这个共青团就已经是副部级了，他的派系是在之前的这个内蒙古确定的。巴音炒股呢，他有可能是当时的内蒙古党委副书记张丁华提拔的，因为这共青团，巴音炒股在内蒙古就是担任共青团的副书记、书记啊。共青团就是一般是由副书记管的，管宣传啊、管党务啊的副书记管着的。这个张丁华他也是胜利油田出身的呀，周永康也是啊，我不知道他这2个人有没有关系啊。所以他有可能是传统上那种说法，所谓的石油帮啊。这个张丁华，如果是张丁华提拔的巴音炒股，那巴音炒股就是江泽民的人，不太确定是不是巴音炒股。就不管怎么说，巴音炒股他去共青团不能说明他是团派的，他的派系是在前面那个阶段，派系是在副局级、正局级甚至正处级的时候确定的呀。景俊海是席包子人，黄强我不太确定啊。这边省长呢，吉林省长呢，这个洪虎，他是洪学智的儿子。洪学智就是新四军的嘛，新四军基本全是席包子派系的。这个洪学智他还有林彪的背景啊，说林彪是周恩来的人，他不是毛泽东的人，就从林彪的马仔这儿就能总结出来啊，都是周恩来、陈云这条线上的。蒋超良呢是席包子人。刘国忠好像也是江泽民的人，我不太确定。韩俊好像也是江泽民的人，我不太确定。胡玉婷有可能是有令计划背景的胡锦涛的人啊，他是山西的官员嘛。大致这么看下来啊，这个吉林呢，的确是江泽民派系的人比较多呀。所以刘飞他有可能就是江泽民派系的，就是张德江的人啊。退休的这19个政治局常委，江派就是张德江的排名最高啊。应该是张德江代表江派或者李强啊。张德江他就是从吉林去的浙江，巴音炒股是从浙江去的吉林，刘飞是从吉林去的浙江啊。那么巧呢？刘飞是1994年12月到1996年6月，25岁的刘飞担任吉林省对外经济合作局的副主任科员啊。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就是张德江，吉林省长是高岩，高岩就是李鹏的人吧。但是刘飞当时的级别太低了，能不能认识张德江就不好说呀。2013年5月到2016年9月，41岁的刘飞担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厅党组成员。他是担任当时的吉林省副省长陈伟根的大秘。陈伟根呢，单从时间线上来说呢，他像是江泽民的人。陈伟根呢，从07年到15年担任了长达8年的吉林省的副省长，中间晋升省委常委，但还是副省长。
他跨越了胡锦涛、习包子2个总书记啊，没有晋升正部级啊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副部级都能晋升正部级啊的。那和陈伟根搭档的省委书记啊和省长基本都是江派的呀。王民呢和巴音朝武这个还不太确定啊，有可能是江派的。孙政才、韩长赋、王如林这些都是确认是江派的人啊，所以不是完全确定啊。刘飞呢，他很有可能是张德江提拔的呀。贸易战的消息呢，就是有一个博主发说是当事人现身说法，越南严查西产地有多严格啊？一是一套严格的追踪系统，可以追踪哪怕是来自中国的1颗螺丝钉也难逃法眼，并同步标注给漂亮国的海关啊。二是越南本地元素不得低于 50%， 否则系统将判定此产品非越南制造。三是企业的供应的原料必须保存3年以备稽查。四是一旦发现造假，50%罚款起步，另加关税啊。所以加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谈判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签合同啊，签了合同就要履行合同啊。中国加入世贸的1半以上的都没有兑现啊。就某大国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遵守规则，而是绕开规则洗产地啊。一个不尊重规则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。就某个国家的人他永远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啊。这是美国给中国输入秩序啊，中国无法生成自发秩序啊，反而总想着占便宜钻漏洞啊，洗产地。之前就网上就有人说灰色通关如何如何啊，说的倍儿牛似的，全都可以搞定啊。就是这个思路它就绕不开这个坑蒙拐骗啊。美国给中国输入秩序，那么美国的秩序它从哪里来的呢？美国的秩序就是我出门开车遇到停牌，我踩刹车停下来啊。这个就是美国的秩序啊。美国的秩序就是每个普通人一点一点的遵守规矩，遵守法律，一点点累积起来的。我昨天去踢球，发现他们踢完球把那球门抬到场边上，用链子锁在那个栏杆上啊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要是咱某大国呀，尤其是让井盖国的人看见了，这还不得抬走拿去卖废铁呀？我寻思这没人要啊。就那个大球门他可能抬不动啊，这还有小球门呢。这要在某个国家他不可能放在场边上锁住啊，这能锁得住吗？这防君子不防小人啊。就这边不是没有犯罪，但是肯定比某个国家少得多呀。就球门它能锁在球场边上，一般没人偷啊，也有偷啊，这种情况少啊。就是每个人都不守规则的话，这个文明的秩序它就崩溃了。这零元购肯定会让文明的秩序崩溃啊。美国的秩序呢，它源自于每个人的自觉呀，大家都去破坏秩序、破坏规则，或者说破坏的人多了，那就崩溃了呀。中国呢没有自发秩序呢，就总想着占便宜、钻空子。美国呢，它迟早它也带不动中国呀，就会被中国拖垮的。就是美国人、加拿大人在这里攒人品啊，给中国输入秩序，最后他也经不起中国这样钻空子，最后早晚会被中国拖垮的呀。这边网友说，大包，请问联茂军是哪一条线的啊？谢谢啊。我的回复是，你看的太认真了，听课呢我就随便一说啊，这都被你发现啊。我一开始看呢以为他是细胞的人，后来仔细看好像不是细胞的人，我就没说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真牛啊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